我知道明天要大面积的发放配给粮。如果梁金伦真的煽动学生对抗政府，有证据我们会抓人。可是陈副总司令要我们现在去抓人，牵涉到方大队长也在那里，我得向南京方面请示。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陈副总司令怎么能把我们保密局北平站往经国先生身上扯？如果是猜测，那请陈副总司令以后不要再猜测。我们垂直受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这种猜测不利于我们工作。好，是。汇报过后是抓人还是监控，我再向您报告。请接剑锋同志。剑锋同志久等了。果然不出您所料，陈继承让我们现在就去抓人。是去抓梁金伦。还有，他刚才问我是不是直接听命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是。我也觉得像是中统方面，应该是徐铁英透露出去的。他们早就沆瀣一气了。是，我现在听剑锋同志指示。是，我不问原因，也不需要再向陈继承回复。下面我把行动指示复述一遍。立刻派人密切监视外文书店，让中正学社的人进去，把何孝玉和谢木兰请出来，掩护曾可达同志进去。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行动一组吗？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在燕大东门？有任务，听清楚了。王普真这是在搪塞你。陈总司令，我们党通局的情报绝对无误。王普真就是铁血救国会的人。您真是太厚道了。保密局的毛人凤就是总统的一条狗，凡是牵扯到经国先生，他马上就装聋作哑。我们这样做，他不是对着经国先生来的，我们是对着共产党。陈总司令，上一回方毛擅自从西山监狱带走梁经纶，这一回呢，他先是带着何孝玉出了西南防线，回来以后又马上去见梁经纶。国防部稽查大队跟一个有重大共党嫌疑的人如此密切，为总统负责，为经国先生负责，你也应该马上向总统报告。哎呀，这种时候了，怎么还能指望曾可达呀？为了讨好那个何其仓，让司徒雷登能够说话，让美国同意他们推行币制改革。梁经纶就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会抓的。只要总统同意，王普臣他不抓人，我们就可以抓人。我现在就向1号专线打电话。
可我一个人收获不够。你那边还能配合做些什么？敲打方不停。什么一手反腐？方不停和他背后的2大家族，不能总是让我们在前面挡着吧？我现在就给方不停打电话，我要让他明白，为了救他儿子，他要立刻想办法，让宋家、孔家都要到总统那里去说说话。好，嗯，你现在就打给他。我立刻就打。接活。我们是学生，不抽烟。曾督察马上到了。请问，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统一行动。不要问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外面监控。你们现在利用你们学联的身份，立刻将里面的何孝玉和谢木兰请走。曾督察到的时候，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小李同学，刚收到学联的指示，叫你们2个先离开。那你应该先上去，跟梁先生汇报。梁先生和方大队长在一起，外面又都是军统，方大队长知道了一定会引起注意。你们在这里便会被劝进去，因此学联指示叫你们先离开。我们在这里就是谈明天给各教师生发粮的事儿，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小雨同学，请你听学联的安排，立刻带谢木兰同学离开。梁先生就在楼上，你让我们听哪个学联的安排？你会把军统的人先起来。何小雨同学，请你立刻阻止谢木兰同学，赶快离开。那你就让军统人进来啊，正好趁我大哥在，跟他们斗斗争。木兰，你不是一直追求要加入学联吗？我已经加入了，梁先生今天批准的。因为双重身份，梁经纶时刻要面对北平地下党学委的考验，还要不时受到来自铁血救国会内部的猜疑。好在每一次自己都挺过来了，唯有这一次，面对这个方梦敖，他不知道如何应对。此时，听到楼下中正学社的学生在叫何孝玉、谢木兰离开，他一时也分不清是北平地下党学委的行动，还是铁血救国会的指示。肖宇同学，请你先送木兰同学回去。欧阳同学，梁先生，请你找几个学联的同学，用自行车送他们。路上出现情况，立刻回来报信。方大队长在楼上。好。叫几个同学，找几辆自行车。好的。
云同志的请示，中央的最新指示。来，都坐。孔雀东南飞指示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在平津地区的行动。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他们接下来会在国统区5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为了力挺新发行的金圆券，他们将调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调往5大城市，平抑物价。在这些粮食和物资的调运途中，我军各部队以及党的地下组织均不得息让，一律放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配合他们？为了5大城市的人民。在平津地区，我党隐蔽在国民党各部门之人员，凡参与币制改革、调运物资者，要给予积极配合。望你们立刻贯彻该指示精神，传达到每位有关同志。刘云同志指出，在平津，任务最艰巨、处境最困难的就是谢培东同志。天津方面运粮的火车已经发出，3个小时以后，你代表北平分行前去接收，你亲自押运送到稽查大队的军营。见到方梦敖同志后，先了解他和梁经纶见面的详细情况。难点在于如何让他明确党的指示，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行动，又不让铁血救国会发现他和我们建立了联系。这一点，中央和华北成工部授权，由谢老自己把握，完全单线联系。请组织放心，我知道怎么做。行，您再稍等一下。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种政策，也挽救不了民心向背，还会加剧他们的内部斗争。上级分析，他们的这种内部斗争很快会涉及到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以及外围的进步学生。当务之急，我们要将一部分人秘密地转移到解放区，这个任务由老刘同志具体负责。你离开这里以后，要立刻找到严春明同志，让他今晚就走。其他的同志最近几天分批安排。刘云同志特别指示学委，让他们想办法由梁经纶提出将谢木兰同学转移。我明白，我感谢组织。谢老，运粮食的火车3个小时以后才到，您先回北平分行，方步庭这个时候也应该在等着您。关于如何控制方梦敖同志接下来的行动，他肯定急着要和您商量。继续找，打敬春园徐老板电话，问谢乡里是不是和徐老板在一起，现在去了哪里？大儿子今天带何孝玉出西南防线的反常举动，已让方步庭心乱如麻，而小儿子找到了大哥和何孝玉，竟不告诉自己，更让他心灰意冷。方梦敖又去见了梁经纶，竟然是徐铁英打电话才知道，并叫自己回来，说是做了工作，已让方梦为回家。亲疏匹隔，内外交攻，唯一可以商量的谢培东偏也不在。他只能等，把所有的下人都赶回了房间，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等。
二少爷。张叔，哦，二少爷，怎么不开灯啊？是老爷不让开。有件事想问你，你要是愿意就告诉我。你大哥木兰、萧玉都在梁先生那儿。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你爸在楼上等你，你也看见了，灯也不让开。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当初你是怎么爱上我爹的？以后找时间慢慢告诉你，好吗？好。不好叫就不用叫了。不用开灯。在哪里找到你大哥的？卢沟桥往西，永定河边。他跟夏雨都谈了什么？告诉你了吗？他说要娶何小姐。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你何伯伯，却去见梁经纶？你可以去问他自己。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父亲。国民党一直怀疑你大哥是共产党，却还是在利用他。还有那个梁经纶是不是共产党？我总觉得这个人早晚会把你大哥给害了。孟伟，
崔中石的死，你是亲眼见到的，不能再看着你大哥和崔副主任一样的下场。等你姑爹回来吧，你们现在也只信任他。是欧阳同学吗？请问是谁？主人还会怕客人吗？开门吧。这是梁经纶同志，进来谈吧。梁教授，请过来坐。问题很快会向你们都说清楚，请坐吧。孟伟，不是姑爹生你气，那天木兰是你送出去的。你可以跟天赌气，跟地赌气，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现在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危险？对我你总可以说吧。应该都在外文书店。谁跟谁都在外文书店？大哥小于木兰，就跟那个梁经纶在一起，是不是？现在还在一起？我没有进去，接到徐铁英的电话，说家里有急事找我，就回来了。行长，不能让他们跟梁经纶再待在一起了。你给何校长打个电话，让他出面，叫那个梁经纶离开那个外文书店。何副校长如果管这样的事，那就不是何副校长了。刚才在他的家里就听了他好一通的书生之见。能打这个电话，我还要你提醒啊。那让小嫂打行不行？老夫子喜欢他，也许能给这个面子。我来之前，你们一定在讨论一个问题：对方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都无关紧要。方大队长知道，1个多月前，我坚持认为你就是共产党。可是我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建峰同志依然在重用你，理由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共产党现在在跟我们争天下。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土地加人民。我们必须承认，
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在许多地方，我们失去了人民，因此也失去了土地。两党的军队在前方征城掠地，胜负已不在军事，而在政治。我，还有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在国统区打击贪腐，要让人民有饭吃。就这一点，抛开两党之争，我们做的，就算你是共产党，也不会反对。那你们到底认为我是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我是还是不是？小玉啊，小玉就回家了。是他一个人还是都回去了？小玉啊，你什么时候回家的？木兰跟你在一块儿吗？你大哥呢？知道了，那你和木兰就好好在家里待着。我这就告诉你方叔叔，当然还有你谢叔叔，让他们俩放心。这事儿你也跟你爸爸商量商量，看看他的意见。好，有事再通电话，再见。木兰和笑语已经回家了，说是学联的同学拿自行车送的。茂敖还在外文书店跟梁先生在一起。裴总，上来吧。党通局和保密局在1个月前做了调查，没有查出你有任何共党嫌疑。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梁教授呢？他是不是共产党？直接摊牌之后，就是直接面对。曾可达望向了梁经纶，递过去一个无需顾忌的眼神。我是。说真话就好。那何孝玉是不是共产党？梁经纶突然明白了，方梦敖这一问才是他今天来此的要害。方梦敖要保护何孝玉，没有立刻回答，他反而慢慢坐下了。跟何孝玉这么多年的感情，毕竟心中难受。他不是。那为什么你几次都让他来争取我？我没叫他争取你加入共产党。他是学联的进步学生，没有资格争取你加入共产党。我叫他争取你，是叫你支持学联追查贪腐。那就好。我还想再问一句，让何孝玉来争取我，是不是曾督察的安排？曾督察，你用了我1个月时间，也怀疑了我1个月，我能不能怀疑你一下？可以。梁教授是共产党，那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那他怎么可能就是呢？我这就回答你的问题。2位请起立。建峰同志最新指示：曾可达同志望即向方梦敖同志告知梁经纶同志之真实身份，转达2同志肩负之任务。梁经纶，原燕京大学经济系高材生，民国31年由经国辗转委托美国盟友，经何其仓先生出面推荐，保送至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民国35年抗战胜利回国，为战后建国效力。今年4月加入铁血救国会，系本党先进青年、忠诚战士。即将执行之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方梦敖同志代号为焦仲卿，
梁经纶同志代号为刘兰芝，望二同志精诚合作，推行平津地区之币制改革，挽救濒临崩溃之经济，打击恶劣之贪腐，救我苦难之同胞。蒋经国。不要再分析了。梁经纶不是共产党，是蒋经国的人。崔中实是共产党，死了。他们又派了一个假共产党来试探孟敖，现在把孝玉也牵进去了，加上一个木兰，我们家有3个人要毁在这个人的手里。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学经济的，一面带着不懂事的学生闹学潮，一面帮着国府经济顾问起草币制改革论证报告。那个报告我看了，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党也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共产党也可能正好利用他这个长处，掌握南京政府的核心经济机密。南京政府有什么核心机密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尽人皆知。北平分行的账全在你姑爹的手上，要查账的不是共产党，是蒋经国的人。拖欠北平师生的粮食，今晚能不能运到？应该能，应该能。请徐老板出面，跟上海和天津再协调。今晚粮食再不运来，查他们的可能就是美国人了。那该给上海美国商行拨的300万拨过去没有啊？几家再凑，明天就能汇过去。为了我这个大儿子，我们北平分行尽力配合国防部调查组。明天是个坎儿，粮食发下去了，我向曾可达表态，币制改革我配合，就是一个条件，送孟敖出国，不能再拿他当枪使了。孟伟，爹，爹这样做是不是太偏心了？儿子从来没有这么认为。那好，爹今天就跟你表个态，什么币制改革也救不了这个中华民国。蒋总统的几百万军队也未必就打得过共产党。木兰、孝玉，还有你大哥，爹都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送出去。最后一个送你。送我们出去？那您和程姨还有姑父呢8月3我抛下你们，自己去了重庆。今天我来还债，裴东，你看如何？行长的心我们都知道了，关键是眼下，既然行长认定那个梁经纶背景复杂，怎么能让孟敖、孝玉还有木兰不要再被他利用？只要孟敖答应去孝玉，这个事情就好办。今晚我就要小云去何副校长家里取提亲，但办的是木兰呐，被那个姓梁的给迷住了，叫他回来也不会回的。先送他走。孟伟，告诉徐铁英，明天发粮，你带队。可是这一下，他都在叫我管内勤，不一定会答应。你就说是我说的。你带队到了现场啊，要管好你北平警察局的人，千万不能再和学生起冲突了。记住，刚才我分析梁经纶的话，把他忘掉。这个人还有铁血救国会，我来对付，不要再招惹他们。
叫你小妈上来吧。知道了。哎，小云呐，哎，现在几点了？啊？只有你这位经理夫人可以把我从床上叫下来接电话。哎，你说吧，叫我干什么？啊，小云呐，那这个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那不停叫你现在就过来呀？哎呀，你不要说什么理由，我跟你说，你就跟他讲，这个时候他这么晚了叫他的夫人来见我不合适，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再见。小玉啊，你来一下。你要是愿意，就去我房间等我；不愿意，就去外文书店。我现在能去外文书店吗？你想怎么样？你要是愿意，就把梁先生房间的钥匙给我，我就在那儿等他。我怎么会有梁先生房间的钥匙？谢木兰，刚才我爸跟程一说话，你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爸。我是他女儿，梁先生是他的学生，何家是有家规的。那自由呢？革命呢？进步呢？玉儿，爸，来，过来，把凳子搬过来，坐到爸爸跟前来，坐近一点，就坐这儿。席前教子，膝前弄孙。这个位置，爸爸一直是给未来的外孙留的。今天不留了，坐下，你就坐这儿。爸，想问什么，你问就是。那爸爸就问你了。爸爸有一次问你，如果方梦豪和梁经纶都被抓了，而爸爸呢只能救一个，你希望爸爸救哪一个？你没有回答。后来玉儿，爸爸后悔了，我不该这样问你。您应该问，玉儿也应该回答你。有答案吗？有，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不要，不好回答就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好回答。我希望您救梁经纶。为什么？
因为爸爸离不开梁先生。那方梦敖呢？我去给他送饭。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别睡了，起来吧。你明明知道我没睡，何必假装怜悯？上楼去吧，我爸在等你。何不等我？是说梁先生的事儿吗？可能是吧。那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你是自由的，你自己决定。那你先走吧，别像你压着我似的。那你压着我。还是一起走吧。来，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谁写的？木兰回答：这谁不知道？是胡适先生写给他夫人的诗，典型的老臣子，旧文章，没有意思。哦，怎么就是老臣子旧文章？怎么就没有意思啊？不就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何伯伯，你们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都这么传统吗？好，还有批评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胡适博士在文化上倡导反传统，但是他自己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这一辈人大都这样。这跟留学不留学、博士不博士都没什么关系。木兰，何伯伯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反什么传统，你何伯伯都支持，好不好？那您问吧，我们一定能回答你。好，你听着，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片黑暗，但是我们会坚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对神喊出我们的呼声，只要我们去追求，我们就会胜利。我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谁讲的？一个英国人。英国国王乔治6世的2战宣言。答对了。木兰，我再问你，这次你要答不出来，我跟你讲，何伯伯可不帮你了。好，您问吧。这个乔治6世是怎么当上国王的？我知道。不要举手，你说。他的哥哥乔治5世爱上了一个女人，放弃了王位。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俗，你换一种说法。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我说不好了，何伯伯，还是你给我们讲讲吧。好，小玉你也听着。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还处在暂时的和平时期。乔治五世为了追求爱情和自由，毅然放弃了王位，这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二战爆发了，他这样做，那就肯定不对了，因为他是国王，除了爱情自由，他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是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他的人民是不是幸福，首先要看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你们得不到应有的幸福，但是你们最起码应该有追求爱情的自由。小玉，如果你真的爱方梦敖，那就真心去爱，不要管其他的什么。木兰，如果你真的爱梁经纶，也真心去爱，也不要管别的事情。我坚决地支持你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乱点鸳鸯谱，备车，我这就过去。何副校长说了，这是两个孩子自己的意愿，这叫自由恋爱，他不干涉，也希望你不要干涉。一个书呆子的话你也听啊！自己的得意门生，就在自己的身边搞间谍、玩政治，一点都不知道，成天什么民主自由，还自由恋爱，这不是把木兰往火坑里推吗？你去找何副校长，跟他好好谈孟敖和孝玉的事儿。我去见梁经纶。行长，你见了梁经纶说什么呀？北平的币制改革还搞不搞？要我这个行长配合，离我们家木兰远点儿。这应该可行。只是梁经纶跟孟敖在一起，你不方便去。你也是个呆子。给孟敖打电话，就说何副校长要见他。秦正同志，可达同志，你也走吧。秦正同志，时局维艰，组织永远在你背后。接受考验，好好跟方部庭谈。我当然是要接受考验了。现在我只希望你能留下来，一起跟方部庭谈。我能跟方部庭谈吗？那就请可达同志明确指示，我怎么跟方部庭谈？代表何副校长跟他论证币制改革方案。到这时候啊，我还能代表何副校长？什么意思？何副校长是民主人士，我是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方不停现在知道你真实身份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这个时候突然来见我，绝不是跟我谈什么币制改革。不管他跟你谈什么，你只跟他谈币制改革。金伦同志，我刚才说了，组织永远和你在一起。现在，我代表铁血救国会，重申剑锋同志今年3月的指示。目前，国民党已经彻底腐化，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失去全国人民的拥护，而共产党赤化不适宜中国。中国的未来，应该属于我们有志气、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们。这些青年们一旦组织行动起来，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团结好方梦敖，执行孔雀东南飞行动计划。那方梦敖要是真的有共产党背景，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剑锋同志的指示十分明确，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关键是用好。怎么用好？向剑锋同志学习，不要儿女情长。梁经纶同志，天降大任啊！作为同志，我只代表个人，也赠你一句话：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大丈夫何患无妻？你们辛苦了，要保证梁教授的安全。宋教授，学联的人都聚集在燕大图书馆，等梁教授去安排明天的事了。你们先去，注意一下，有没有共产党学委的人在操纵。梁教授暂时还过不去。明白。哎，严教授，你怎么回来了？啊，还有一些善后的事，要移交一下。哦。喂，我是赵老板。1刻钟前他从我这儿离开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他去那边。我以党性和人格保障，绝对没人让他回学校。我立刻查明，然后向老板报告。小赵。你把严教授交给接应的人了吗？交给了。交给谁了？他现在在燕大图书馆。不会吧？什么不会？严教授出了事儿，我先处理你。
春明。啊，我正在收拾善本书呢，有事请简短一些。严教授，我这里刚给你找到一本汉朝的善本书，叫什么《玉台新咏》，请你立刻过来拿。听明白了吗？立刻。刘老板，汉朝没有善本书，我就不过去了。哎，您是干什么呀？啊，严教授打电话，说他的灯坏了，事务处叫我来修。哦，好，您上去吧。哎，哎，注意点啊，善本书的书你得小心点。我知道。那人是小工吗？是小工，以前在我们宿舍修过灯。那个灯没坏，坏不坏我还不知道。过来看。公然违背上级的指示，你要干什么？我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负全部责任。什么全部责任？燕大学委我是负责人，梁经纶直接是我领导，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他是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一切严重的后果都要由我来面对。就凭你？我现在代表华北成工部和北平地下党，命令你立刻离开这里的屁股组织来擦。我离开以后，你立刻从那个窗口出去，外面有人接应你。不用了，我不会走的。你说什么？在这里，我就是组织。明天各个大学发配给粮，局面只有我能控制。党员、学生、进步青年的安全，我要负责。等过了明天，我再服从组织安排。明天你就会被捕，知道吗？你怎么执行组织的安排？那我就面对被捕。国民党的严刑，你也能面对吗？我不知道，我不会让他们抓住的。你能跑掉？不，我会举身负青池。跟我绕玉台新咏，有文化是吗？嗯？这跟文化没什么关系。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什么暴烈行动？你怎么暴烈行动？谁教你暴烈行动了？是我自己。
老刘同志，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张月英同志。我请你们向组织上说一下我的思想。明天只要能够安全地控制住局面，我就服从组织安排转移。如果出现被捕的情况，我就会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国民党的牢，我不能去坐。我还犯了个错误，也向组织检讨，在你那里，我趁你不注意拿了把枪。枪在哪里？交出来！不，我不能交。你敢？为了我不被捕，不泄露党的机密，那把枪就是我党性的保证。真的，没有什么敢不敢的。袁志明同志，下级服从上级，请你把枪还给我。个人服从大局。老刘同志，不要再说了，你离开吧。不要找了，枪我锁在保险柜里了，很安全的。你放心，除了我，谁也拿不走。袁春明同志，你这样做，知道党会怎样给你下结论吗？如果我死了，党组织理解呢，就算我是个烈士；如果不理解，就还把我当个教授好了。好，我指挥不了你。要张月英同志来好了，不把组织毁了，你是不会回头。老刘同志，你如果把张音乐同志给叫来，我现在就出去，向同学们公布梁经纶的真实身份。你要破坏中央的整个部署吗？不，我绝不。我要顾全大局，我才留下来要看着梁经纶。干什么？握什么手？老刘同志，我没有用过枪，请你教教我，摁哪几个机关，那子弹才能打出来？啊？书呆子。你真希望我被捕吗？燕大的书不是多吗？步兵教科书里都能查得到，自己查书去。
剩下的还活不活了？哎，送那几家应该够了吧？够了，再揉今晚我们也蒸不出了。啊，那就醒15分钟就行了。是。哎，你洗了手过来。是。坐我这儿吧，我去做馒头。哎，还醒15分钟呢，你们都坐下。猫刚才帮我干了那么多的活，小云也在这儿，我们就对唱一段正德皇帝的爱情戏给他听。老夫子啊，您喜欢京剧，孟敖平时可是不喜欢京剧的。不喜欢吗？只是平时不常听。人家没说不喜欢。那唱什么？就唱那个李凤姐。您还搭得上啊？我整段是唱不下来了，主要还是听你唱啊。就是小妈你就唱吧，真的可好听了。那就从月儿弯弯开始。行。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君也，你哪里有家？大谢不必盘问，早为君的志在这天底下。君也做事理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好人家来待人下。我和了那么多面粉，你和木兰在家里蒸馒头吧，哪儿都不要去。明天发人现场，你们也不要去。你跟梁先生谈了什么？你还一个字儿都没说呢。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不是。那就好。我告诉他，你和木兰，一个是我的未婚妻，一个是我的表妹。以后学联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参与。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崔中实同志，你早点回去吧，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木兰。萧月，我记住了刚才里面的2句唱词。任你上天入地下，伪君赶你到天涯。你坐吧，咱们接着谈完。我现在不能坐了。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无法回答，现在也没有时间回答了。是共产党叫你去，还是曾可达叫你去？您不要猜了。刚才是何副校长的电话，您夫人打来的，叫您和我现在立刻过去。好吧，你既然不愿意正面回答我，我也不需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只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盯上你了，只要不牵涉到我的家人，你干什么都不关我的事。一会儿到了何家见了木兰，希望你明确表态，除了师生关系，你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不知道梁教授能不能做到？
现在还不能。因为现在我还不能跟你一起去。明天要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发粮，组织的不好，就会发生新的学潮。到时候第一个为难的就是方大队长，您的儿子。学联的同学都在等我，您觉得我是否应该去防范于未然？既然你提到了，我就附带说一句，我的那个儿子可能斗不过你，可是他的背后还有我这个父亲。不信你就试试。我方不停不屑于涉足政治，才干了金融经济。记住我这句话，对你会有好处，对你们接下来推行的币制改革也会有好处。告诉你的上级，不要和我们方家过不去。我会在北平配合你们推行金圆券，协助你们推行币制改革。去吧。梁先生，进来。王本英走了？走了，出门就上了专车。严春明回来了。谁？回哪儿？严春明就在刚才，我亲眼看到回图书馆了。他找我了吗？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完。他没找，也没有什么情况。他进了图书馆就直接去了山本市，立刻返回图书馆，盯住他。杨先生，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要保护你，不需要什么保护。立刻去吧。是。曾督察，徐铁英和王普臣来了。什么时候来的？9点1刻。一起来的还是分前后来的？一起来的。一辆车，2辆车？是1辆车，徐铁英的车。程继承有动作。王副官，到。守了电台，我可能随时要向建峰同志汇报。是。明天发粮，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现场1个连，外围1个连，还有1个连随时机动。一定要记住，首先要保护好方大队长稽查队的安全。不管是警备司令部的，还是第4兵团第11兵团的人，只要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利于稽查队的举动，以国防部的名义一律当场逮捕。还有，对于共党分子，发现了在现场不能抓，到了外围听曾督察的，叫抓谁再抓谁，明白了吗？明白了。弄完了。我们都签了字了，曾督察如果没有别的意见，也请签个字。陈总司令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执，我就不签字了。
曾督察不签字，恐怕不合适吧？合适啊。徐局长兼着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王站长这块也归警备司令部管。你们应该签字。我代表国防部，国防部不归警备司令部管。刚才开会你不在，陈总司令这个军令是报告过南京的。哪个南京啊？沏好了，曾督察，这杯就是您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统一贯彻领袖的思想啊？王站长，同属国防部，保密局也给你们发了新生活运动的手册。不抽烟做不到，喝白开水还做不到吗？王站长，对不起啊，刚才我说的那话不是指你。你们该喝茶继续喝茶，该抽烟接着抽烟。茶杯里要不要加水啊？说签字的事吧。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没有接到南京方面有关明天要抓人的指示。如能顾全大局，我也希望二位不要按照北平警备司令部的这份军令执行。当下最要紧的是稳定。我们当然希望稳定，可是共产党不让我们稳定。刚才接到的情报，共产党明天就会在领粮的现场鼓动新的学潮。王站长，情报是你那条线掌握的。好。严大失踪的那个严春明，今天又回到学校来了，现在他就在图书馆。很多北京学联的学生正陆续去了他那个山本市。从各种迹象上面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严春明就是共产党学委在燕京大学的负责人。严春明在共产党学委是梁经纶的上级，他当然早就知道。从梁经纶那里得到的情报，严春明秘密去了天津，其实很可能是去了解放区，而且只是燕大学委的工作由梁经纶暂时负责，怎么突然又回来了？有情报断定他是回来鼓动学潮的吗？没有，但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派他回来，那一定是有行动。什么行动？我们要准确的情报。准确的情报应该就是鼓动学潮。起武事件现在弄得我们已经很被动了，明天再来一次，就不是北平扛不住了，南京方面也会扛不住了。曾组长，国防部调查组的任务是反贪腐，但是根本任务呢，还是对付共产党在北平闹事嘛。反贪腐总不至于反倒被共党利用，亲痛仇快吧？徐局长这话我听不明白了。我们反贪腐，怎么就被共党利用了？怎么就亲痛仇快了？我的话难道说的还不够明白吗？王站长，共产党7月6号的讲话文件，你们破获后上报了吗？那第一时间就上报了保密局，毛局长也即刻呈递给了总统。保密局有分析指示吗？应该有分析，但是没有具体指示。那我就传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做的具体指示。共产党在国统区点燃了火，已经撤退了。现在他们是隔岸观火，
反而我们有些人想把这火烧得越来越大。我希望曾督察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共产党的文件说得很明白，他们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把他们的党员都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这个时候，他们会来鼓动学潮吗？而我们有些人唯恐学潮不起，为什么？说轻一点是为冤屈鱼，说重一点是以反共为名掩盖他们贪腐的罪行。建峰同志一再指示，在全国各大城市，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争取民心，安定后方，以利国军在全国战场和共党决战。坚决反贪是这个目的，明天安全发放粮食也是这个目的。我希望二位按照建峰同志的指示办，不要激化局面，不要抓人。徐局长，我说明白了吧？说得非常明白了。我的秘书，你们现在审问的怎么样了？我还没有接到审问孙秘书的指示。那现在还关着他干什么呀？孙朝忠同志，我们全国党员通讯局培养的优秀青年干部，他不会有任何贪腐问题吧？只不过是执行戡乱救国方针，杀了个共党分子崔中实。可现在呢，却被你们和马鞍山一起关在了西山监狱。现在真正的共党分子又出现了，可是曾督察却断言不会鼓动学潮。我们呢，也不能抓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如果真有这样的具体指示，那就请曾督察立即请示经国先生，请他亲自给我们下一道不能抓人的指令。或者你曾督察代表经国先生，在这个军令上做个批示，署上您的大名。否则明天我们必须按照华北剿总的军令去办。喂，是曾教授吗？开会，10分钟以后再打。徐局长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王站长，你也同意吗？我的意见就是和为贵。这是什么意见？麻烦曾督察请示一下经国局长，那个孙秘书是不是可以就先放了？至于那个共产党员严春明，我建议明天发粮的现场先不要抓，等他离开的时候秘密抓捕。徐局长也同意王站长这个意见吗？抓我的秘书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放我的秘书难道还需要我同意吗？那就各自请示。我请示建峰同志，希望二位向陈总司令进言，明天最好不要闹出血潮。王副官到，送一下。是。我没有完成让严春明同志转移的指示，知其擅自返校，并拿走了我的枪支，明天恐因此导致流血牺牲，请求组织处分。我
岳云同志签署，立刻电报上级吧。现在是我负责，我就是你的上级。如此严重失职的事件，你把我找来，就是为了让我在你写的电文上签字吗？我不想听你的解释。老刘同志，你这种只认个人、无视组织程序、直接越级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了。你还口口声声说严春明同志无视组织、无视纪律。把火柴拿来。是。自己点。不要再说什么检讨的事儿了，你直接说。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严春明已经知道了梁经纶的真实情况，他是个不会掩饰的人，见了面，必然会被梁经纶察觉。梁经纶一旦察觉我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上级的整个部署就都毁了。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不能让他跟梁经纶见面。现在你不觉得已经晚了？是晚了点。目前最正确的处置方法就是让梁经纶相信我们没有怀疑他。铁血救国会为了让梁经纶继续潜伏下去，为了让他两面作战，就不会抓捕严春明同志。前方战场的决战很快就会全面展开，接下来就是接管城市，百废待兴。我们需要多少人才？最终是同志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懂经济的优秀人才。所以严春明同志绝不能再出任何意外，马上派人到严大图书馆，看准时机，让学联的学生转交给梁经纶，然后马上离开。是。武少在。梁先生，你怎么跑出来了？何伯伯让我来的。我大爸来了，说不让我见你。何伯伯叫生气了，说我一定要来见你。那你就跟学联的同学待在一起，不要再跟着我了。总学委给你的信。什么总学委？
么信？你看就是了，立刻看。人呢？走了。你认识？我不认识。那他是怎么说的？就说是总局委的信，让我立刻交给你。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总局委的信。别再跟着我了，快回家去吧。快走啊！北大、清华、师大，其他几个院校都有自己的发粮点。明天都给叫到这里来，怎么组织？怎么控制？那是国民党的安排，上级组织应该知道。上级有具体的指示吗？上级的指示就是让我回来，和你一起。利用燕大美国人的背景，一旦发生冲突，让我们出面和国民党当局对抗，不要让其他任何院校牵扯进来。怎么对抗？燕大学联的全部学生，我说了要牺牲燕大学联的学生吗？你听清楚啊！我说跟国民党当局对抗。不包括任何一个学生，只是我和你。另外，你再联系一些美籍的教师，一旦发生冲突，我们就要挡在前面，要流血。第一是我，第二就是你。我们的流血会让其他的人不流血。梁经纶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现在前线战场上，每天都有无数的革命战士在流血牺牲。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地下战线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要接受同样的考验。这要是组织的决定，我服从。那就做好准备吧。你现在就出去，向学委的同学们和学联的那些骨干传达，记住，一定要分头传达，不要交叉。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暴露自己。陈明同志，你有没有想过，你我要是发生流血情况，其他的同学还能够保持理智冷静，不发生激烈的对抗？把枪交出来。什么？严春明同志，我代表上级组织，要求你立刻把那支手枪交出来。
梁经纶同志，严春明同志公然违反组织决定，擅自返校，并携有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严重违背中央76指示精神。特指示你代理燕大学委负责工作，稳定学联，避免任何无谓牺牲。见此即向严春明同志出示，命他交出枪支，控制他的行动，保证他的安全。总学委，我要向上级解释。春明同志，你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枪先交给我，你人留在这儿，等上级有了新的指示，我再向你传达。春明同志，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好明天的局面。只要明天不出事，我会以燕大学委支部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由您转交上级。我们燕大学委在您的领导下，只有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相信组织，相信我，注意自己的安全。粮出来了，你去报告队长。报告方大队长，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辛苦。下了猪腰烤，这边还有。汇报去呀！打我啊！报告方大队长，这是1000吨粮食，这批啊，
先运过来100吨，先让国防部稽查大队检查，然后再发到发粮站去。啊，还有一件事儿要请示方大队长，咱还有9波呢，是不是每次都得先运到这儿来检查呀？粮食你们运来的吗？是啊，我们民调委员会连夜从天津给调过来的。调粮单呢？